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、冯绍峰因2.5亿学区房彻底闹翻，儿子教育分歧引爆豪门财产暗战，4年未见，一见面就是腥风血雨。近日，赵丽颖与冯绍峰因儿子想的上学问题彻底撕破脸，一场围绕教育选择、财产分割与家族利益的拉锯战悄然打响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矛盾的导火索是上海一套估值高达2.5亿的顶级学区房。冯绍峰母亲坚持让孙子在上海接受贵族教育，而赵丽颖则希望带儿子定居北京，双方僵持3个月未果，最终演变为财产清算与股权博弈的豪门连续剧。教育理念碰撞，上海贵族学校 vs 北京国际化路线。冯家是上海传统商人家庭，对家族传承极为看重。冯绍峰母亲早已为孙子规划好上海某双语贵族学校的路径，认为这不仅能奠定孙子的精英圈层基础，也更便于冯家对孙子的陪伴与管教。然而，赵丽颖作为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北漂代表，更倾向于让儿子在北京接受教育。她认为北京的国际学校资源更丰富，且能让孩子远离家族过度干预，拥有更自由的成长空间。这场北上之争看似是教育选择，实则是家庭话语权的博弈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赵丽颖近年来事业重心稳固，经济完全独立，她不愿让儿子被冯家的传统观念束缚，而冯家则希望借孙子维系家族影响力，甚至可能涉及未来财产继承的布局。财产暗流涌动，9套房产，马术培训费成博弈筹码。据透露，两人名下共有9套房产，其中3套登记在儿子名下，但实际控制权仍由冯绍峰家族掌握。冯绍峰曾提出重新分割财产，并以停掉儿子每月15万马术培训费施压，试图迫使赵丽颖在上海学区房问题上让步。而赵丽颖的反击更为犀利，她要求彻查冯绍峰是否在婚内通过公司股权变动向母亲转移资产，直指冯家财产运作的灰色地带。网友扒出的时间线显示，冯绍峰此前被拍到与一位女高管密会，尽管双方均辟谣称是商务会谈，但巧合的是，该公司股权恰好在那段时间发生变更。这一发现让舆论瞬间炸锅，表面争学区房，实际是防着财产外流。股权迷局与情感罗生门，这场争执背后还隐藏着更复杂的资本布局。冯绍峰家族长期涉足房地产和金融领域，而赵丽颖近年也通过投资逐步构建自己的商业版图。有财经博主分析，若儿子随赵丽颖长居北京，冯家对孙子的控制力将大幅削弱，甚至可能影响未来家族资产的分配。尽管双方粉丝各执一词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段婚姻的终结早已埋下伏笔。从闪婚闪孕到事业轨迹的渐行渐远，再到如今因孩子教育彻底决裂，豪门婚姻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，更是资源、阶层与权力的精密计算。结语：谁的为你好，才是真的好。在这场看似狗血的闹剧中，最令人唏嘘的或许是孩子成了成年人博弈的筹码。当教育被捆绑上亿资产，当亲情沦为谈判条件，所谓为你好的背后，究竟是谁的野心在涌动？或许正如网友所言，顶级星二代的起点，却是父母撕扯的修罗场。这场纠纷至今未有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孩子的成长之路早已被刻上了豪门博弈的烙印。离异4年，冯绍峰秀恩爱，赵丽颖体面尽失。分手之后，前任过得比你好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如果这份好还被他闹得人尽皆知呢？2024年的春天，
娱乐圈的风似乎格外喧嚣。这边，赵丽颖刚被镜头捕捉到与导演赵德胤同行，绯闻转得沸沸扬扬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另一边，她的前夫冯绍峰被拍到与一位年轻女孩手牵手漫步街头，甜蜜的毫不遮掩。原本早已解绑，各自奔赴山海的两个人，就这样被命运的巧合硬生生拽回了同一个舆论的决斗场。这一次，没有官宣，没有声明，但一场关于体面的无声较量，却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拉开了帷幕。而冯绍峰用他如今的热烈与公开，亲手为那段曾经讳莫如深的过往写下了一个略显尴尬的注脚。面对绯闻，赵丽颖的反应就像她演过的那些角色一样，利落、坚决，甚至带着点不好惹得很近。当媒体将话筒递到嘴边，她没有打太极，没有模棱两可，一句带着浓重个人情绪的算你妹，直接给这场熊熊燃烧的八卦之火泼上了一盆冰水。这3个字翻译过来就是我的私事与你无关，别来烦我。这些年，他似乎一直在用行动构筑一道高墙，将真实的自己与那个被公众消费的明星赵丽颖隔离开。他宁愿大家讨论他的作品，他的演技，也不愿自己的感情生活成为坊间谈资。这份对隐私的捍卫，近乎执拗，也构成了他公众形象里最坚硬的一部分。他就像一个守城的将军，用最简洁的方式宣告了自己领地的主权，不容外人踏足分毫。而冯绍峰呢，则像是亲手拆掉了自己周围所有的墙。他和那位比自己小19岁的演员周琳佳，从日料店的2人晚餐，到街角的牵手漫步，再到被拍到他自然的为女孩整理发丝，每一个细节都像是偶像剧的慢镜头，充满了不设防的亲密。这种坦然，甚至延伸到了他的社交圈。有媒体拍到他带着新女友参加朋友的饭局，在那个觥筹交错的圈子里，他坦然地将她介绍给所有人，手臂自然地搭在对方肩上，姿态亲密而保护。他没有躲闪镜头，没有刻意伪装，仿佛在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：是的，我恋爱了，我很幸福。一个拼命把私生活往回拽，一个大大方方地摊开给世界看。这冰与火的鲜明对比，让看客们瞬间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。人们开始好奇，那个曾经连在晚会同框都刻意保持距离的冯绍峰，为何突然变得如此恋爱脑？答案或许藏在记忆里。回看赵丽颖与冯绍峰那段不足3年的婚姻，你会发现一个关键词：低调。他们跳过了恋爱官宣，直接甩出结婚证，快得像一场龙卷风。他们有了孩子，却从未有过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，安静得像一潭深水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公众对这场婚姻的理解是成熟、务实，是2个成年人基于现实的理性选择。毕竟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明星来说，简单就是福。那场缺失的婚礼曾被解读为他们更在乎彼此的陪伴，而非形式。可如今，当冯绍峰愿意为新女友高调示爱时，这个理由显得多么苍白。人们不禁要问，究竟是不在乎形式，还是那个人没让他产生举行仪式的冲动？这就像一句老话，不是我不想，只是不想和你。更耐人寻味的是冯绍峰曾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的真情流露。他对着镜头带着一丝迷茫和脆弱，坦言自己有时会不确定赵丽颖究竟是因为爱他才结婚，还是仅仅因为到了该结婚的年纪，而他恰好是那个合适的人选。当时这段话为他赢得了不少同情，也让赵丽颖背上了过于强势不够体贴的标签。似乎在这段关系里，她是那个缺乏安全感，需要被呵护的一方。可现在看着她在新恋情里那副松弛、笃定、充满掌控感的模样，那句关于安全感的疑问像一枚回旋镖，精准地飞了回来。
到底是一个女人没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，还是你在一个与你旗鼓相当，甚至光芒更盛的伴侣面前，本能地感到不安与退缩？这道选择题，答案几乎写在了脸上。说冯绍峰扯下了赵丽颖最后的体面，其实并不准确。他没有公开指责，也没有恶意重伤，但他用自己当下的行为，无情地改写了公众对他们过去的集体记忆。有社会心理学研究曾提出过一个概念，叫关系可见度 （relationship visibility）。研究指出，当人们结束一段刻骨铭心的关系后，有些人会倾向于高调地公开下一段恋情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分享甜蜜，更深层的动机在于通过这种可见度来向外界和自己宣告，我已经走出来了，并且过得很好。这是一种重塑自我价值、赢回生活主导权的心理机制。冯绍峰如今的高调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就不再是单纯的热恋上头，而更像是一种宣言。这份宣言本身并无过错，离婚后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问题在于，他与上一段关系的极度不可见形成了惨烈的对比。这种对比让赵丽颖在那段婚姻里所有的低调、隐忍和顾全大局都显得像一个笑话。原来你不是不爱秀，只是不爱和我秀。原来你不是不懂浪漫，只是浪漫没有给我。所谓的体面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，而是两个人共同维护的默契。当一方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启新篇章，就等于单方面撕毁了这份默契。留下的那个人，无论多想维持和平分手、各自安好的局面，都显得有些被动和尴尬。他的沉默，在对方的热闹衬托下，仿佛成了一种默认的输。离婚后的这4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像是选择了2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。赵丽颖走上了一条向内扎根的路，她剪去长发，褪去甜美，一头扎进了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。在《风吹半夏》里，她演活了那个在男人堆里杀伐决断的许半夏，眼神里写满了野心和闯劲。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里，她又成了那个敢于向不公叫板的何幸福，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她用一部部掷地有声的作品，完成了从收视女王到实力派演员的蜕变，稳稳地站在了行业金字塔的顶端。她的世界重心是角色，是突破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。她像一棵树，把所有的养分都用来生长，让根扎得更深，让枝叶伸向更高远的天空。而冯绍峰则选择了一条向外开花的路。他似乎厌倦了紧绷，渴望回归柔软、安稳的世俗生活。一段轻松、甜蜜、没有压力的感情，或许正是他当下最需要的慰藉。他的幸福来源于真实可触的陪伴和被崇拜的目光。他不再需要去征服一座山，而是更享受在山脚下搭个小屋，看云卷云舒。一个在事业的旷野上纵马驰骋，一个在生活的庭院里静赏花开。他们都没有错，只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不同的方向。而我们这些看客之所以会为赵丽颖感到一丝不平，或许是因为在她身上看到了太多普通人的影子。那个在关系里默默付出，不计较形式，以为只要内核稳固就万事大吉，最后却发现对方转身就将你所不屑的形式感悉数赠予了另一个人。聚光灯下最喧嚣的故事，往往藏着最无声的体面与心酸。